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的第8期。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故事。在还没有出来混社会之前，老听到一句心灵毒药，说你找人生伴侣呢，在那之前你要学会睁大双眼，那踏入到婚姻殿堂以后呢，你就得学会睁只眼闭只眼。出来混社会以后，我发现这句心灵毒药用在跟室友的相处上呢，也是具有同样的安慰作用的。我这么多年听说过那些发生在跟室友之间的故事的酸爽程度啊，不亚于那些我听说过的发生在饮食男女身上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就决定再贡献出一枚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暂且把这个事情呢命名为那些年与我反目成仇的室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早些年我还在读 master 的时候。那会儿呢，我就不想住学校的宿舍，想在外面租房子住，所以我就自己去找房子，看中了一个2居室的 house。我在网上呢就发帖招募跟我一块合租的室友，来了一个姑娘，我们2个人初次见面呢，真的就是相谈甚欢，觉得我们可以当室友。但这女孩呢，她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她有一块来读书的闺蜜还在找房子，所以她就说能不能他们2个人先挤在一个卧室里面。我就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可拒绝的，可以体谅嘛。但是很快这个提议呢就变成了他们希望我们3个人来合租这个房子，而且说虽然他们2个人还住在那一个卧室，但是没有关系，租金可以变成我们3个人来平摊。坦白讲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提议的时候呢，我内心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我本来的想法只想找一个室友，我总觉得3个人有一点点复杂。但我内心呢也没有一个十足的动力说我要去反对，就是拒绝他们这个提议，因为我们3个都是女孩，又都是留学生，就还是有一种说好像大家在异乡要彼此依靠的帮扶的这个心态的一个出发点在里面。我们那个客厅呢是一个单独的小房间，所以我就商量说，那要不你就直接睡那个房间吧，我也不想贪那个租金的便宜，就是我只出1/3的钱，但是我住着一个1/2的卧室。所以呢，我在当时唯一提出来的一个疑义就是我不建议我们直接私底下把租金呢3个人就平摊，把这件事情搞定了。因为我们跟中介一开始讲的是说是2个人租这个房子，所以我们后来就重新联系了中介，以我们3个人的名义重新去签订了这个合同。我现在来回想呢，那个决定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尤其是对应着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入住以后啊，3个人彼此之间的沟通是蛮顺畅的，所以算是相安无事了。过了大半年，一直到第2年的春天，有天呢，他们俩就召集我晚上回去开会，然后在会上呢，闺蜜 A 就说她因为考虑到回国找实习工作，所以可能要提前退房。闺蜜 B 就说呢，她对于这个提议呢没有任何的意见，因为她可以随时搬到自己男朋友那里去住，所以呢提前退房这个问题呢就突然之间摆在了我面前。他们俩还很贴心的跟我说，如果你担心提前退房可能会产生一些费用损失，比方说在找到新的租客来续租之前，可能中间这个 gap 期的费用要由原来的租客来承担。他们说不要紧，我们已经联系过了房东，房东同意了，不会收我们这笔钱。于是我就欣赏到了那封他们2个人跟房东沟通的邮件。那个邮件里写说，我们3个人一致协商决定提前结束我们的租约，我们3个人一致协商决定。但在那个当下，我第一反应不是说你们2个人瞒着我跟房东沟通的这个事情，我第一反应还是我们突然间面临到了要提前退房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提了说，那要不我们就分2步走，我是不想搬的，但是可以分2步。第一就是你们俩看一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租客来续租这个房子，找一个也行，因为本来我的打算就是跟1个人合租嘛。第2个就是呢，实在不行我也这边赶紧去看一看有没有人转租房子出去，如果有合适的我就搬出去。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那个话说出去以后，他们俩给我的反应，这闺蜜 A 就说行，那我们2个人会帮你的忙，也去看一看有没有要来租，但如果实在是找不着的话，就我们也看看能不能帮上，帮不上我们也挺歉意。闺蜜 B 就说呢，如果你要自己继续在这里住的话，那可能就需要你1个人负担整个费用，我们觉得对你来说也挺不合适的。我当时呢就带着满脑子的问号跟感叹号回到我自己的房间，我就在想，我自己辛辛苦苦1个人找了这么一个房子，结果我现在要因为另外2个人的提议而被赶出去，我就在想凭什么呀？我就一个想法，我要搬家，我绝对不要再跟这样的2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之下多1天，1秒钟都不想多住。越想越生气，我就完全陷入到了这个情绪的兔子洞里面。在我认真的修炼气功的接下来几天时间里面呢，我就想明白了，万般就是为了一个钱字嘛。
当初要找我合租，一开始说2个人短期挤在一起，后来变成了3个人长期住，也是为了省这个租金。现在呢，自己方便可以提前结束这个租约，也是为了拿回那个租金，也是为了一个钱字。但是你再为了钱，你不能没有契约精神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就在想，为什么你会有一个错觉，就是你的大名签在了一个合同上，你觉得你既可以提前解约，拿着钱很快乐的、很潇洒的走，然后剩下来的那个合约履行人，要么就只能选择默默的承担这个所有的房租，要么就只能选择滚蛋。哪里来的这个自信？所以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终于想明白这么一个深奥的人生哲理以后，我就问我自己，那这个亏你要吃吗？我才不要嘞。所以呢，我就从我的情绪的漩涡里面爬了出来，我就立刻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就去看了我的合同，确认好了我的权益，我知道我不应该也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迫离开这个房子。第二呢，我就给中介还有房东写了一封邮件，讲明白了3点。第一，没有任何人提前跟我商量过要提前搬出的这件事情，我也是才知道他们瞒着我跟你写邮件。第二，我本人是要住到租期结束的。第三，如果他们要找新的租客来续租这个房子，我希望能够提前通知我一下，尤其是公共区域的这个财产，我希望你们再派人来清点一下。我不希望我退房的时候呢，因为这些问题牵扯不清。这封邮件呢，我也同时抄送了我的2个室友，然后我就退出了我们3个人聊天的那个群。打那以后，所有的事情咱们就通过邮件公对公的解决。OK， 这个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其实我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最主要不是为了吐槽别人，而是吐槽我自己。因为我在当时第一时间接触到那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最深刻的一个负面的情绪反应，不是为什么你们俩要违约，而是为什么以我们大半年来，我觉得我们互帮互助的这个情分，为什么你们要这样伤害我？是我自己呢，先把人情这个概念强行的加进了一段以合约和金钱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合租室友的关系里面。但是我自己本身呢，又不是那种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圣母心态，不是那种人来的。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越没有界限的人，他难免会被这种界限所伤害。我比较庆幸的是，在吃一堑长一智的那个当下呢，我最终选择了回到这个契约本身去解决这个问题。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我觉得我算是也是学了小小的一课吧，是一个进步的一个转变。你怎么看呢？好了，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呢，记得点赞分享。如果你喜欢更多英国文化生活的话题，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哟。拜拜。